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热巴代言辱华品牌，连发2条动态宣传，粉丝称其内娱第一人。近日，迪丽热巴代言辱华品牌的事件引起很多网友的争议。明星虽然从事娱乐行业，但作为公众人物，在面对国家尊严时，却不是每位明星都能保持应有的骨气。迪丽热巴这次官宣代言的是某全球奢侈品牌，此前这个品牌的代言人是杨颖、赵丽颖等明星，但迪丽热巴受到的待遇是最高的，直接就是无网官宣，该品牌直接在外国网站换上迪丽热巴的个人版头，待遇超过杨颖。迪丽热巴本人也在社交平台连发2条动态宣传该品牌，迪丽热巴的粉丝非常自豪，称自家偶像是内娱第一人。但是，这个奢侈品牌此前正因为抄袭我国古代马面裙在国内引发很大的争议，有国内留学生还去该品牌门店抗议禁止文化挪用，而该品牌至今没有正式道歉，只是下架了国内的产品，在国外网友依然售卖。迪丽热巴的粉丝高调宣传自家偶像得到国际大牌的青睐，也让人看到了这位国内顶流女星在面对辱华品牌时的软骨头和悲哀。然而，国内娱乐圈的迪丽热巴们却不止一个。85花唐嫣在2021年的时候曾官宣成为某珠宝奢侈品牌的代言人，当时这个代言遭到了唐嫣粉丝的一致反对，原因就是该珠宝品牌在2019年的时候涉嫌辱华。因为这个珠宝品牌在官网上把香港列为国家，之后官媒更加亲自点名该品牌，中国一点也不能少，这是常识也是底线。当时该珠宝品牌的代言人还是江疏影，辱华事件发生后，江疏影火速和该品牌解约，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称赞。没想到唐嫣后来却高调接了这个代言，令人失望。除此之外，唐嫣后来还被发现在社交平台晒和某玩具娃娃的合照，但该玩具的设计师却涉嫌有立场问题。知名女歌手莫文蔚前年在新歌 MV 里身穿某知名品牌的裙子，刺痛了国人的心。因为2018年该品牌因为辱华事件受到国人的抵制，当时该品牌的代言人迪丽热巴和王俊凯都迅速和该品牌解约，没想到这件事才过去3年，国内就有明星忘记了。莫文蔚也成为了自2018年辱华事件后第一位穿该品牌服装的国内明星，虽然她事后发文道歉，还删除了社交平台有关动态，但无法弥补她在国人心目中的印象了。2021年的新疆棉花事件，国内很多明星纷纷和涉嫌辱华的品牌解约，但却有明星存在侥幸心理。台湾知名女歌手蔡依林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过是否解约，但有网友发现某辱华品牌的官网上一直有蔡依林代言的照片，而其他已经解约的明星已经没有了。蔡依林的粉丝还一直为偶像解释，说蔡依林已经和该品牌解约了。蔡依林也在社交平台上换掉了穿该品牌衣服的背景图，演唱会取消了和该品牌的合作。但网友还是不相信她，因为蔡依林一直没有像其他明星那样直接甩出解约声明，而且官网上一直有她作为代言人的宣传图。蔡依林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更加令国人看不起。有明星舍不得放弃高额代言人，有明星更加在别人解约之后捡漏了这些辱华品牌的代言，令国人怒其不争。比如前面提到唐嫣在江疏影解约了某珠宝品牌之后，接手了该品牌的代言人。其实在唐嫣之前，王一博也代言过这个珠宝品牌，同样是在江疏影解约之后。还有小花杨紫接手了刘雯解约的某奢侈品牌，当时这个品牌涉嫌辱华，刘雯第一时间选择了解约，并且被赚赔偿了高额违约金，没想到杨紫转头就把刘雯挺直的腰背打弯了。网上曾出现过一个名单，吴宣仪、杨紫、张艺兴、刘雨昕、蔡徐坤等明星在其他明星和辱华品牌解约后纷纷接手了这些代言，可以说是给大家展示了什么是娱乐圈明星的荒唐。娱乐圈还有骨气的明星吗？当然还是有的。2021年的内娱解约日那天，在全网对辱华品牌的抵制下，一夜之间有近40位明星和辱华品牌们先后解约，维护了国家尊严。其中陈奕迅毫不犹豫放弃了某知名运动品牌的终身代言人，据说这个终身代言人是一个品牌的最高待遇，不需要过多的营业，不用担心续约问题，可以说躺在家就能赚钱。代言了10年的陈奕迅还是迅速解约了。还有大表姐刘雯，她作为国际知名模特，
本来工作上就和各大国际品牌资源联系很深，但每次在面对辱华品牌的问题上，他都是第一时间选择解约，哪怕要赔违约金和失去很多国际上的工作机会。周杰伦作为国内乐坛数一数二的歌手，在国际上也有着很高知名度，但他代言的品牌几乎都是国内的产品，比如电动车、奶茶、某服装品牌、国产运动品牌等等。代言对于明星来说意味着利益，有明星不舍得放弃有一定的理由，但一切利益在国家尊严面前都应该让步，更何况明星是公众人物，更应该对自己的粉丝树立一个好榜样。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